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10月11日周五，我注意到多个国际金融分析师在 X 平台上都提到，10月12日中共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是近期世界经济领域最大的经济事件，没有之一。同时，中国数亿股民也必然在屏息关注这次新闻发布会。这巨大的压力，我看把财政部长蓝福安蓝部长的脸都快压蓝了。世界为什么对这次财政部新闻发布会有如此高的期望？财政部公布的经济刺激政策让谁成为赢家，谁成为输家？把经济话题搞成激动人心的悬疑剧，这又揭示了中国什么样的深层内幕？这对最新入市的中国股民意味着什么？我在之前节目中提到了，绝对不能如书呆子一般把中国股市看作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股市完全是一个情绪市，是一个普通人对中共政策最真实、最直接展现情绪的地方。在上期节目中，我分析了习近平最近一次在政策上翻大饼，大概率发生在9月12日之前不久。这次是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现状突然如梦方醒，感到了空前的危机。他绕过李强，对中国经济亲自指挥到中央各部委。因此，他对经济的焦虑就迅速在国务院各部委的行动上展现出来了。首先响亮登场的就是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因为货币政策是最容易出台的。潘行长在9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系列劲爆的货币政策，涵盖4大方向：降准、降息、救度房地产市场和救度股市。虽然4个方向的前3个以前中央都多次尝试过，作用都不大，但把那3个方向的政策和救助股市的2个所谓创新政策一起推出，至少让中国股民一下意识到了，天哪，习近平这次是要翻经济大饼了。于是从9月24日开始的5个交易日中，中国股市一路暴涨，一下就从今年回报率世界最悲催的股市之一摇身一变成为今年回报率世界最亮丽的股市之一。潘功胜这轮表演非常成功，因为他成功地把数亿中国人和世界投资人的注意力再次聚焦到了中国。潘行长成功的诀窍就是他胆子够大，真敢说。例如他说，我们会先出5000亿元，只要有效就可以再来5000亿，甚至于可以再搞第3个5000亿，都是可以的，都是开放的等等。这不像一个大国央行行长常规的描述未来货币政策，更像老大爷酒席桌上侃大山的语言风格。但是这却给中国股票的投资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一次中共是决心把中国股市刺激起来了。因此潘行长成功的在中国股市掀起了1周的热潮。随后当中国进入11长假后，中国概念的热潮继续在香港和世界其他股市延续到了10月7日。但是现在回看潘功胜那段讲话，我意识到中国和世界投资人大多忽略了潘行长讲话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就是那句只要有效。那么这里说的有效到底是指的什么呢？当时绝大多数投资人都理解为把中国股市刺激起来就是有效。虽然这样理解也不完全错，但是单纯的股市上涨可能还不是潘行长所说的有效的所有内涵。我在上期节目中点明了中共这次刺激股市的目的有多个。第一，利用红火的股市来带动消费，这一点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在中国，影响消费放缓的主要因素是实际收入和收入前景，其次是房价，股市的影响比例只有 9%， 因此就是股市持续上涨对整体消费的影响也很有限。而且股市上涨甚至在中国可能是负面影响消费。2015年中国股市处于牛市时，中国消费的增速还小幅下降了。第二个目的是希望再次吸引外资，但是外国投资人都是专业的，因为当下世界地缘政治的原因，忽悠这些人再次大举进入中国股市难度也比较高。那么第3个目的就是忽悠中国人
希望他们能把他们个人存款账户上的150万亿的一部分转入中国股市。在经济下行、没有什么人从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大量的存款余额停留在银行的负债表上，对银行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次股市火起来，能够成功把资金从个人存款账号吸引入中国股市，中共未来就能想出1万种办法用这笔钱给自己办事，包括救助濒临破产的中国房地产企业啦，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用这笔钱来补助地方政府的债务窟窿啦，等等。从个人存款账上把人家钱拿走，那是抢，但是从股市上把钱拿走，那就叫投资有风险。但是很快中共通过大数据分析就发现，这次中国股市走红的背后，却不是他们期望的那个理想状态下的有效。一方面，这轮把中国股市推高，反倒成为很多国际资金出逃的机会。表面上，从9月24日以来，海外金融媒体和投资人都在给这次中国股市的上涨摇旗呐喊、唱赞歌。但是背地里，外资不但没有大举进入中国股市，很多国际投资银行借助这波上涨趋势，还在大量从中国股市撤离资金。同时，中国的大股东也是类似的操作。也就是说，这次推高股市的主体力量是来自于中国的散户。当然，如果这些中国散户是从他们的银行存款账上把钱拿出来投入股市，中共至少也达到了他们刺激股市的第3个目的。但是在这方面，很快中共发现他们更头疼的问题了。10月11日，新浪证券的微博上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亚瑟是个00后，此前对中国股市没有什么深刻的概念，但是11假期前，网上满眼看到都是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热搜新闻，什么4天股民人均赚4.7万等等。亚瑟认为自己终于等到了他人生幸运时刻，于是把原本准备买房的钱和贷款拿到的28万直接冲向股市。在10月8号，中国股市假期后开盘的第一天，就以打了鸡血般的热情高呼开盘冲冲冲，成功在10月8号开盘即涨停的疯狂中大量买入了股票。结果却大大出乎亚瑟的预料，在10月9日上午，他入市刚刚1天，他的账户就显示亏损了1.1万。有网友留言问他：兄弟还好吗？他回答：不好，但我嘴硬。不知道大家看到了吗？这个00后炒股的故事就展现了让中共恐慌的3个痛点。第一，用买房的钱炒股，股市这不成了房市的克星了吗？第二，没什么存款的00后在大量进入股市，而不是那些有大量存款的富有的中国人。第三，他们在用贷款而不是存款来炒股。后面这2点显示，红火的股市不但不能吸引存款账上的钱到股市，降低中国银行系统的风险，大量贷款进入股市反而因此给整个中国银行系统加大了风险。像00后亚瑟这样贷款炒股的人不是个别现象。有网友在 X 平台上说，他问了在当地银行做消费金融的一个负责人，消费金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消费贷。这位负责人说，在9月30和11期间，他们放贷金额比平时多了1倍。支付宝的一款贷款服务叫借呗，从10月9日周三开始，借呗出现了一个温馨提示页面，此前没有这个提示页面，内容是强调借款资金不可用于投资理财，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监管要求，借款资金仅可用于您的个人消费需求，不可用于炒股、理财、买房等非消费场景。10月10日，中国多家银行也发表紧急声明，强调严禁信贷资金流入股市、房市等领域，说一经发现，银行有权立即回收贷款。
中国贷款机构的这统一行动，显然是因为中共金融监管部门在10月9日左右紧急发出了新警告的这个结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90后、00后贷款炒股不是个别现象。中共以无产阶级起家打天下，在消费主义文化下成长起来的90、00后，面临空前的毕业即失业的就业困境。他们可以说是中国新一代的无产阶级。他们从花呗、借呗、信用卡等各个渠道贷款炒股，这种做法在老一代看来是简单粗暴，充满赌博的意味。但是我们做个换位思维，中共央行可以出台政策，给金融投资机构贷款买股票，给大股东贷款回购他们自己的股票。这些思维灵活的90、00后有样学样，也积极响应中共刺激股市的号召，用看不到前途的人生赌一把，赚了钱连本带息还你，利润归他；亏了钱那贷款就不还了，卖掉股票剩的钱就算自己赚的了。思路上有什么错呢？借呗是为了消费，00后反问：金融消费者就不是消费了吗？当然，00后这些野路子的确让中共很不爽。这韭菜也会变异，质量一代不如一代。在割这茬韭菜时，居然能把割韭菜的人的手给划伤，这也着实给中共上了一课。我9月28日的节目中详细讲述了中共在这次刺激政策上的2套组合拳，一套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一套是财政部门的具体财政政策。因为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不是缺钱，而是缺消费。因此中共央行9月24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中国经济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真正能解决中国经济核心问题，解决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还要靠财政政策。感觉到央行货币刺激政策成为双刃剑后，中共从财政政策方面第一时间希望从舆论上把投资人的预期往回收收，同时也希望大家的关注点也从单纯的股市上往中国的经济面上转一转。一位以前常驻北京的《华尔街日报》记者，2020年被中共从北京驱赶回美国后，和北京那边还有联系。他10月6日周日在 X 平台上发布了下面一则消息。北京的消息人士告诉我，市场上对中国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支持经济增长存在很多误解。是的，一些财政措施正在酝酿之中，但不会像一些人猜测的那么大。在10月6日当日，国务院新闻办还发布了另一个消息，说10月8日，中共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和多位副主任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谈中共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情况。10月6日，当时从中国到世界几乎所有的投资人情绪都沉浸在中共会不会出台惊人刺激经济大招的那个氛围和期盼中，所有人都对发改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充满了期待和惊喜的期望。因此那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披露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但是我非常清楚中共利用外媒试探性放风的这种常规做法，因此我直觉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我通常会把我油管上的节目在 X 平台上发一个通告，因此我在10月6日特意把《华尔街日报》记者披露的这个消息在我10月5日油管节目公告后面转发了，希望以此提醒看我上期节目的观众注意10月8日中国股市可能因中共政策不确定性而出意外。结果10月8日中国股市在节后首日开盘，在极短时间内就如预期的暴涨10%，进入了涨停的状态。但是与此同时，已经持续涨了2周的香港股市却在紧密关注发改委新闻发布会。10点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开始新闻发布会，开始讲些对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充满信心等不打粮食的空话，而对市场期待的具体的3万亿或8万亿的经济刺激大礼包只字未提。以专业投资人为主体的香港股市
对此的解读是，中共还没有任何成型的超出常规预期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于是香港股市开始暴跌，在8日一天就跌去了超过9个百分点。这种负面情绪也带动中国股市从开盘暴涨10%的起始高点，一天内一路下跌超过5个百分点，让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亚瑟那样的00后新股民在入市第一天就尝到了孤独站在中国股市高点的味道。从10月8日起，中国股市大起大落，进入了一个贪婪和恐慌博弈的纷乱状态。从中国国内到海外的投资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财政刺激政策也从充满期望转变为充满怀疑。很多人因此认为发改委主任郑山杰的新闻发布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把央行潘行长忽悠起来的投入股市的人气几乎给一下子糟蹋没了。为了救场，10月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再次发出通知，说将于10月12日再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次是请财政部长蓝福安亲自给大家谈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的有关情况。在这个大背景下，大家可以想象蓝部长开这个新闻发布会面临多大的压力。4个星期前，刚刚意识到中国经济恐怖现实的习近平死死盯着每个部位，让大家立刻出台能立竿见影的让中国经济活起来的政策。因此每个和经济相关的部位行动不迅速，都可能被认为你在违抗中央。因为央行货币政策对经济影响间接，出台也容易，因此央行行长一出马，说些砍大山的话，把股市就立刻给激荡起来了。虽然后来股市上涨中被一些90后、00后的韭菜们钻了空子，但潘行长的确成功把人心给忽悠起来了，把成功的标杆已经立在那里了。但是当潘行长把人心的期望值忽悠到离谱高的这个程度后，发改委主任郑山杰的失败就成为必然。财政刺激政策因为它必然涉及到很多细节，它出台本身就非常难，在短短2-3个星期制定一整套逻辑和数据上都说得过去的财政刺激政策，本身就是件不可能的任务。因此郑主任10月8日开的那个新闻发布会，可能本来就是想给习近平表现一把，说些无关痛痒的加强市场信心的话，以此表现自己也在听习近平的话，在干事情。但是在投资人对中国财政刺激政策那么高的期望值下，发改委新闻发布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几乎就是必然的了。因此郑主任在阐述财政政策方面的惨败结局，也因此摆在了财政部蓝部长的面前。更可惜的是，国际投资人这时开始用各种方法计算出一个个对中国财政刺激大礼包具体期望值。普遍共识是，一个3到5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方案只是毛毛雨，如果刺激方案的数额能够达到7到8万亿人民币，那才算有点意思。这些数据是参照中共2008年到2010年那次经济刺激政策得出的。当时中共政府从出台4万亿新增财政赤字开始，通过银行贷款等一系列操作，2年中货币创造增加了50%，相当于每年印10万亿人民币来刺激经济。因此投资人普遍认为，中国财政部出台的任何少于3到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市场都不会买账。因此投资人认为，这个刺激方案不但资金规模要大，针对性还要强，要用到实处，真正能刺激到中国的消费。投资人的共识是，最好是直接给消费者发支票，这比用股市来带动消费效果绝对好很多。这些海外分析师的言论给中共财政部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在12日的新闻发布会前，中共从舆论上搞了一系列的降低投资人预期的努力。一方面，中共利用和他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海外财经类大媒体来引导预期；
例如10月10日，彭博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接受彭博社调查的23位投资者和分析师中，大多数人都预期中国财政部将推出的财政刺激措施的数额是2万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和我看到多个分析师的结论相差甚远，只相当于中共官方声称的 GDP 的1.5%。这种刺激规模有什么用？同一天，隶属中共统战部的中国新闻网也刊登了一篇由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董玉的文章，标题是对增量政策要有信心。董玉曾是中共发改委的一个副局长，参加过中共18大后经济领域的各种政策决策。他在文章中展现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看财政政策不要单纯看财政刺激方案的数字，还要看一些关键大招。他说，有些政策可以直接撬动巨大的资金，也有些政策虽不涉及投入，却价值万金。在这方面，他还具体举了一个例子，是中共在他文章发表同一天10月10日颁布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暗示这个法案的出台可能启动大量民间的新投资。我去网上把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翻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我一跳。这个中共中央出台的法律草案，更像是一个揭露中国民营企业被中共政府压迫的黑暗路。例如，法案第60条规定，要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企业财产与企业家个人财产，对不涉案的私人财产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封查、扣押、冻结财产。第61条规定，要区分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禁止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去违法干预经济纠纷。第62条规定，需要异地执法的要遵守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之前在网上不断爆出的民营企业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一夜间个人资产被清空，或者被有背景的竞争对手构陷，经济纠纷被按照刑事犯罪定罪而锒铛入狱等等事情，中央原来一直都知道呀。也有网友爆料说，中共体制内的人告诉他，政府抓个人填个数字，打到当事人承认，然后收钱放人，这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这2年他身边的朋友被罚税、被强迫捐款、被冻结账户、被勒索钱财的太多了，而且还不敢说，生怕被报复的家破人亡。现在我们知道，原来中共高层对此都是知道的，那为什么他们这些年却要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他们是在利用这样的手段想办法解决地方政府的经济和债务难关吗？另外，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列出的那些不允许的事情，中共现有的行政许可法、监察法或刑法中应该已经有现成的法规可以适用了。如果那些法律都形同虚设，为什么把这些违法行为写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再禁止一遍，效果和以前就可能不一样呢？总之，这篇希望我们对增量政策要有信心的文章，以一系列空话和荒谬的逻辑，赤裸裸的在为财政部12日的新闻发布会做舆论铺垫。那么，在中共这一系列降低投资人预期的舆论努力下，世界投资人对中共财政部12日的新闻发布会宣布的那些财政刺激政策是什么反馈呢？我们看看海外一些主要的财经类媒体是如何评价这次公布的财政刺激政策的。华尔街日报相关文章的标题是，中共声称将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但不告诉你具体数字。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彭博社使用了一个更含蓄的标题，中国经济学家希望采取更多行动应对通货紧缩。很显然，就是中共在反复压低投资人对刺激方案预期的情况下，国内外投资人对财政部公布的政策还是大大的失望了。其实财政部12日公布的根本不是什么财政刺激方案，充其量不过是个财政保险方案。保险的主体还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地方政府和国有大银行。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财政部宣布计划通过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务配额，鼓励地方政府把隐藏在账面下面的隐性债务放到台面上，便于未来管理。另外，财政部允许地方政府用特殊债券筹集的资金购买当地卖不出去的房屋，然后把房子变成当地的补贴性住房。对于财政部希望用这样的办法来稳定中国房价的思路，大家都笑了。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这样做100%是笔赔本生意。本身就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真会愚蠢到干这种赔本生意吗？我在以前节目中就谈到了，此前中共出台过类似政策，而且设定了贷款额度，但是那种贷款的利用率只有可怜的4%。这种明显没人要的刺激政策，这次财政部居然还好意思再次把它搬出来。另外，对中国大银行的保护方案是给大型国有银行提供额外的补充资金，以缓解这些银行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和其他贷款利率后可能面临的利润压力。赵家的财政部就是对赵家的银行体贴入微，时刻不忘维护这些银行的根本利益。不过，财政部12日还真的是公布了一项和资助老百姓有关的项目。什么呢？财政部宣布，2024年中共把国家奖学金的名额翻倍，会额外有10万本专科生和硕博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名额。目前中国在校的专科生和硕博生总数超过4000万人，他们中0.25%的额外幸运儿会享受到这次巨额财政部刺激政策的恩泽，而这10万人也是全中国10多亿中国人中万里挑一的幸运儿。连这样的袖珍型的刺激政策，财政部都好意思在新闻发布会上详细阐述，那些期望中共直接给中国人发3万亿个人支票的国际经济分析师情何以堪？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新意亮点的财政刺激方案，财政部还特意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策细节需要人大常委会开会审批，然后才能公布。中国人大什么时候在中国经济活动中有了这么至关重要、一言九鼎的地位呢？实质上，这是财政部被迫做屈部师时，再给自己争取一些时间。10月8日，发改委把具体财政刺激方案这个包袱推给财政部公布，其实和这是一个性质的。现在财政部也是在利用所谓人大审查这个说法，给自己赢得更多时间，想出一些合乎逻辑的刺激政策的细节。那为什么就不能给大家足够的时间，让大家认真研究思考这些重大的财政政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习近平最近对中国经济很焦虑。习近平都焦虑了，那谁敢不从行动上展现出紧迫感呢？在财政部12日发布会的通知上，对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特意加了引号，并用了加重的字体。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公告中用了逆周期这个词儿？显然，这个说法应该是中共的顶层设计，大概率来自习近平本人。什么是逆周期？这说明习近平虽然对中国经济现状很焦虑，但是从根本上，他还不认为中国经济有任何大的结构性、方向性的大问题。目前中国经济问题不过是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的一个低谷期的问题。这个定位本身就注定了中共这轮经济刺激政策的宿命性结局。而财政部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意引用中央的这句话，是不是也在向大家暗示，在这样的顶层设计之下，他们能做的事情其实也非常有限。我们讲的话题虽然是中国经济，但是这个话题揭示的却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态的深层内幕。最后，可能有些已经投入中国股市的朋友，还是希望我能谈一下中国股市的前景。一方面，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我的原则还是不预测。
不在这样的场合提供个人理财建议，因为理财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问题。不过，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组有趣的数据。10月12日，澎湃新闻报道说，2023年中国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率是0.96%。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主要仰仗境外股票投资取得的好收益。你看，专业投资团队操作的中国社保基金，最后还要靠投资海外股票来勉强不亏钱，所以大家也就别太难为自己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